一部只有260字的经典，却被誉为万经之王。它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99%的人念了千百遍都没看懂。今天我要说的这几个字，一旦你真正理解，命运会开始悄悄改变。如果你也经常感到焦虑、疲惫，看不清前路，请一定认真听完。这部经典就是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简称心经。全经只有260个字，却被称为智慧的顶峰。无数人靠它破迷开悟、消灾解难，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嘴上念，心里不明白。真正读懂的人会发现，它不只是一部佛经，更是一本破解人生困局、看透生死轮回的终极指南。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拆开来看。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很多人念了无数遍，却从来没想过观自在到底什么意思。观不是用眼睛看，而是向内审视，用智慧去觉察。自在不是随便放松，而是彻底摆脱了烦恼和束缚的境界。所以观自在3个字连起来，就是说，当你能够用智慧关照一切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在观？观的是谁？如果你觉得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，那你就还困在我执里。真正的观自在是把那个我放下，用清净的心去看待五蕴。色受想行识，这5样东西组成了我们所有的感受和经历。当你照见它们都是空的，你就看懂了人生痛苦的根源。一切只是因缘暂时凑在一起，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质。很多人一辈子被外表困扰，怕老、怕丑、怕胖。很多人沉溺在情绪里，抓着过去不放，为未来焦虑。这些都是五蕴的作用。而观自在菩萨所做的，就是用深层的般若智慧，把这五蕴彻底看穿，于是不再执着，不再迷惑，不再被生死烦恼绑住。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背后真正的秘密。如果你还不懂空是什么，那你就等于没读懂心经。空不是没有，而是不执着于有。就像你看见一朵花开得很美，但你知道它终究会谢。你拥有了财富和地位，但你明白这一切终会散去。你正处在痛苦中，但你也知道痛苦不会永远持续，这就是空的境界。接下来是那句最让人困惑也最重要的话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16个字讲透了宇宙观的核心。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像梦中的景象，既不是真实永恒的，也不是完全虚无的，而是空有不二。在佛法里，色不是指颜色，而是指一切我们能感知到的物质现象。你的身体、金钱、房子、感情、地位，全都在色的范围里。空不是否定这些事物的存在，而是指出它们没有永恒性，没有独立性，没有主宰性。它们是因为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才出现的，条件散了也就灭了，所以叫空。色即是空，意思是说你看到的一切，拥有的一切，终究会变化，会失去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。反过来，空即是色，意思是说你以为的虚无，其实也能显现出万事万物。只要条件具足，空也能变成色。这是一种非常圆融的智慧，既不要死死抓着不放，也不要否定一切。举个例子，你今天拥有一套房子，这个色是实在的吗？看起来有模有样，但房子会老化，会贬值，甚至某一天会消失。你对房子的执念越深，失去的时候就越痛苦。如果你能明白它只是暂时凑在一起的因缘，自然就不会那么沉迷，也不会在失去时崩溃。反过来，有的人什么都没有，但因为心里没有挂碍，照样活得自在安乐。这就是空即是色的真实写照。很多人读心经读得越来越冷漠，以为空就是不要感情，不要努力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心经的空不是叫你逃避，而是要你活得更清醒、更轻松。你可以去爱人，去追梦，去奋斗，去享受生活，但同时不被这些事困住，不因为得到了就狂喜，不因为失去了就悲痛。这才是般若智慧的力量。真正读懂色即是空，你就不会因为伴侣变心而崩溃，不会因为孩子不争气而暴怒，不会因为事业起落而放弃自己。你会明白，一切都是阶段性的因缘聚散，你要做的是看清、接受、随缘努力，而不是死守对抗。再往下看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很多人念到这里就迷糊了。我们明明有眼睛能看，有耳朵能听，为什么经上说没有呢？这正是心经里最深奥的秘密之一。这20个字讲的是6根、6尘、6识。6根就是眼、
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是我们感知世界的6个器官。六尘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外界对应6根产生的6种境界。六识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是6根对6尘生出的分别心。我们通过这18样东西组成了所谓的我的世界。但佛陀说，这些全都是虚妄和合，没有独立真实的本性。为什么是虚妄？因为你看到的颜色并不是颜色本身，而是眼睛和光线互动的结果。你听到的声音只是震动在耳膜上的一种反应，你心里想的念头也只是过去经验的投影。现在量子物理学已经证实，物质的本质是能量，而能量会受到意识的影响。心经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破了这一点。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在提醒你，所有的感官和认知都不是终极真相。如果你执着于眼见为实，耳听为真，就会被假象蒙蔽，看不见真正的空性。真正觉悟的人不是失去了感官功能，而是拥有它们，却不再被它们牵着走。他们看得见，但不被所见困住；听得到，但不随声音起嗔恨。他们知道一切相都是心造的，而心本来没有相，所以他们自由，不污染，不被欲望带走。人生的烦恼从哪里来？就是从以为一切都是真的开始。眼睛看到别人比你富，就生嫉妒；耳朵听到别人批评你，就起愤怒；身体感到一点不舒服，就恐惧；心里生出一个欲望，满足不了，就贪婪。这些反应，如果你不能自己觉察，就会变成业力，进入因果轮回，苦海无边。心经用无字直接打破了你对感官的执着。你若能理解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就能跳出这个陷阱，不再被外相牵着走，而是真正掌握心造万法的主导权。修行的第一步不是求感应，不是练法术，而是从破妄开始。然后是更震撼的一句：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这20个字几乎囊括了从生到死的全过程，也直指轮回的核心秘密。无明就是迷惑，是一切烦恼和生死的根源，是对宇宙真相的误解。众生因为无明而起烦恼，造业轮回。但更深一层看，无明本身也是虚妄的，是被妄想执着生出来的，不是本来就有的。所以佛说无无明，接着又说亦无无明尽，这是为了防止你落入断灭见。如果你以为消灭了无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也是错的，因为在空性里本来就没有无明，也就不需要去破除它。这是佛法的中道智慧，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不是生，也不是灭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更是把生老病死的苦一并照破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生老病死烦恼，从小怕死到老怕衰。可是心经说，连老死都是因缘假象，没有真实不变的老死，既没有真实的老死，也就没有老死的结束。这不是说肉体不会死亡，而是指出你所认为的生死只是色身的变化流转，而你真正的本体，那个能觉知的心，是不生不灭的。你不是你的身体，你是那个觉知。身体可以衰败，但你的本性本觉永远不会消失。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烦恼不起；迷者不知道，所以在六道里沉沉浮浮。生死是最大的幻觉。很多人一辈子活在怕死的恐惧中，或者拼命享受活着的东西，或者逃避死亡的无常。佛陀直接说，无老死就是为了拔掉你心中对终结的恐惧。当你真的明白你不是这个肉体，而是永恒的灵性存在，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。这就是为什么心经能度一切苦厄，它不是帮你消灭痛苦，而是从源头上看破痛苦，从而脱离制造痛苦的机制。你不再误认身体是自己，不再误认外物能带来长久的快乐，也不再害怕生死轮回，因为你已经照见五蕴皆空，得到了真正的大自在。最后是心经的结尾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很多人把这当成一段密咒来念，但很少人真正明白这10个音节背后藏着的是从凡夫走向觉悟者的完整过程。揭谛在梵文里是去吧的意思，第一个揭谛揭谛就是去啊去啊，象征你已经觉察到世间的苦，开始有了修行的心，要离苦得乐，从迷惑走向觉悟，这是出发的信号。波罗揭谛意思是去到彼岸，说明你在修行路上已经有了突破，能一点点放下执着，朝向涅槃解脱的彼岸前进。波罗僧揭谛是完全去到彼岸，表明你不仅有进步，还有智慧护持，有福德资粮，已经真正踏上了无漏之道。最后的菩提萨婆诃是觉悟圆满，安住成就。菩提就是觉悟，萨婆诃就是圆满。这整段咒语既是修行者自我提醒的次第，也是宇宙能量频率的编码。
你越是虔诚清净的念诵，越能感应这个频率，调整自己的气场，净化杂念，避开灾祸。很多人对咒语有误解，以为就是求保佑的。其实真正的咒语是以声音为媒介，唤醒我们本来就有的佛性种子，接通宇宙间的觉知波。它不是封建迷信，也不是魔术法术，而是通过声音、意念、行为三者的合一，引发你内在的本觉，让你在混沌中生出智慧，在烦恼中得到清明。如果你每天静心念诵接地接地，心中没有杂念，口中没有废话，行为没有恶业，那你就是在用这个咒语为自己编织一道清净的光网。这是最殊胜的护身符，也是最真实的修行法。说到底，读心经不是为了求好运、求平安，真正的心经不是用来求的，而是用来悟的。如果你带着索取的心去读，只能得到暂时的安慰；如果你带着修心的心去读，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。心经是一本关于人生的天书，它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假合，终将变灭。你今天拥有的一切，家庭、事业、健康、财富，哪怕再辉煌也不会永远存在，它们就像五蕴，最终都将归于空。你的命运不是别人给的，不是八字决定的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决定的。当你心中有心经，行为有心经，口中有心经，那你就是一个住在般若里的人了。你可以继续为生活奔波，但不会再为名利烦恼。你可以努力追求幸福，但不再执着于得失成败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境安稳，而是心如止水。真正的成功不是财富无尽，而是灵魂有光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希望你能把这份智慧传递出去，让更多人趋吉避凶，离苦得安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个赞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"我来接福"3个字，让这份功德与你同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